大家好，我是麦克。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继续分享赛斯书健康之道的第2章的第5部分。那这一节呢是从1984年2月2日开始的，这是一个星期四下午4点02分。首先呢，真提醒说这是第一天，这个话呢很关键，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真下了决心，从就是第2天开始，他要开始新的生活，他要跟过去呢做个决裂，开始全新的生活，用全新的信念开始全新的生活，这是真的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呢，其实在他病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对他的康复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呢，其实有很多的要说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了凡四训的时候，这个袁了凡在改命的第一天，在那个云谷禅师的教诲下，他逐渐了明白，他之所以有今天的生活状态，或者是他的生活为什么会那样是由于他的底层的信念造成的。他也自己反省了他那些信念，他为什么不应该有儿子，为什么不会当官当很大的官，为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他都做了深刻的反思。他认识到那些旧有的信念导致他的旧有的生活，他要想改命，他第一件事情就要跟旧有的东西做决裂。这一点也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不论你是处在身体的一个非常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是你的生活或者感情或者你的生命处在一个极端的困难的情况下，当你想改变这一切的时候，当你用了赛斯的这些资料和理念的时候，你必须得做一个非常明确的动作，就是跟你的过去一刀两断，把它切割开。了凡当时说的是那从今往后我就是一个全新的人了，我改名字了，我以前叫学海，我现在叫了凡，我把名字都改了来表示自己的这个决心。然后他想说的是，那过去的那个我呢已经死去了，那从今开始呢，一个全新的我，用全新的名字开始生活。这个全新呢，指的是他信念系统的一个更新，就是用一个全新的信念系统生活，才能带来新的实相或者新的改变。这一点呢，对我们所有的读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很多人学习了很多资料，也学习了很多知识包括一些方法工具，但是在生活中经常没有奏效。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不舍得，或者不愿意，或者不敢跟过去的自己做一个切割和了断。如果这个动作不做的话，你在原有的基础上想去改变的话，难度非常大，因为过去的那个自己他会不断的拉扯你，不断的把你拽回到以前的那个状态下，因为你在以前那个状态下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你会有非常强的惯性，包括思维惯性、行为模式的这种惯性包括情感的惯性、依赖的惯性，所有的这些惯性都会存在。如果你不做一个切割，它会自动的再把你拉回过去，你在做一些很内耗的工作，你在跟一个根本不需要去消耗的一样力量做对抗，就是那个过去的旧有的自己如果你想开始新生活，这个动作是必须的。你要告诉自己，我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过去的那个我跟我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已经切割了。说的更直白和难听一点，我把过去的那个我给埋葬了。不论他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不论成就了我今天的怎样的生活，不论他有哪些优点，还有哪些我们值得借鉴和依赖的地方，我们都做一个彻底的清理和切割。这个时候你带着一种轻松的全新的信念系统去上路的时候，你的新生活开展的会轻松容易一些。否则的话，你会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在拉扯，而且很大的概率下你会被它拉扯回去，而不是你把旧有的你改造成一个新的你。因为那个旧有的那个你的那个小我，那个自我，他比你更了解你，他知道怎么来对付你他知道怎么来跟你周旋怎么让把你一步一步的拉回去。因为你要做的这个改变，其实对那个旧有的自我来说是要等于说把它抛弃掉把它扔掉，甚至可以说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要杀死那个旧有的自己。
那个旧有的自己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自我意识，他会要保护自己，他会有各种的方式，迂回啊、伪装啊、假装认同啊、谦虚啊、诱惑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逃脱你对他的这种绞杀啊。其实你就是想绞杀他，因为你不满过去的生活，你要开始新生活，换一个全新的自我生活，而那个旧有的那个自我，他不会放弃和轻言放弃的。所以说到这里，我就刚才多说了2句，希望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觉悟。如果你想开始新生活，必须有一个跟过去切割的勇气，否则难度会增加很多，而且是不必要的内耗真的很好再次的11点从水疗回来，今晨我起身的时候气温只有37度，当我离家去330病房的时候升到了57度已经挺暖和的了这是罗的这个描述。昨天收到我们《心灵的本质》这本书的雄鸡瓶装本雄鸡瓶是一个出版社或者是一个什么标志我不知道然后我带了一本给真看，他和我一样都觉得它很可怕。为什么很可怕呢？因为它的封面是廉价而又善色星的。善色星是台湾的用语，指色情、很黄、很暴力、不堪入目的意思所以说它这个书的封面是这种颜色的廉价而又善色星的。然后呢，我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他我甚至没有生气。就昨天有关活在当下的课而言，我想要赛斯谈谈我该有或者可能有的反应为何。因为昨天这节课赛斯专门主要谈了活在当下，就是2月1号这节课，也就是星期3那节课非常重要赛斯那个罗说，既然赛斯都说了活在当下，那我就想问问赛斯，那关于这本书，我是应该发表我的观点，提我的意见，还是接受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顺他去呢？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呢？这是很多人在学了这些灵性资料之后经常会问的问题。他说，既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了，那我是否应该对发生的一切都不争取、不抗争不要求，我就完全做一个躺平主义者？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就是你把这个理解错了。活在当下的意思不是什么也不做，不是什么也不去改变，也不是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意愿，甚至把自己的喜好都不敢去表达，不是这个意思。活在当下的意思是对你当下发生的事情不要加以评判，不要加以评判，不是什么也不做，或者是完全的不做任何主动性的工作，完全是被动的完全是顺流的，就是好像什么都不干才是活在当下，才是顺流的状态。不是是奋起而挑战，永不甘于平庸，这才是你生活的态度。所以说当你对这本书的有意见的时候，你可以提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不要做过多的解读和评判，就是直接的活在当下的感受里就可以了这一点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强调很多人不会活在当下，因为他觉得这个跟他现实的生活冲突太大在我为了真吃一顿普通的午餐的时候，我说我还有2个问题要问赛斯。第一个就是我们每天见到的职员怎么来看我们，就医院里的这些员工怎么看他们。另一个是赛斯对我昨晚的一个非常生动的长梦的一个评论，他想问赛斯这2个问题。下面他在描述他的梦，他说整个梦都是色彩灿烂的，在梦中我组合了许多元素，我描写给真要比在这儿详细的多。首先我们搬回了西华特街458号，我好像每个礼拜都会那样做几次这样的梦。而看出我的旧画室的窗子，当我从旧画室的窗子往外看出的时候，我望见了我父亲在车库前的车道上，看见他父亲了像个理发师似的在剪头发。我邀请他进来接手我的画室，当做理发厅。他看来比他年纪轻，他笑着那样做了。然后我在为杰克·鲁本索做事，他是我在艺术卡片公司的老上司。
那儿的艺术指导。我在1972年离开那个公司，专心帮真做赛斯资料。在梦中，我以黑墨水书写2尺大椭圆形的字，但因为我的手在抖，我担心是否做得好。然后我发现可以从纸板或者之类的这个薄板上切下来一些字，而以墨水来染它们就是把这个纸板镂空了以后，再把墨水染上去，这样这个字就比较规整，而不会因为手的颤抖而不整齐。然后杰克和我走在一个镇的街上，就是他的以前的老上司，要去看真的母亲。在途中，杰克离开了我，说我可以从那儿自己走去。当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我知道玛丽就是真的母亲，躺在那个床上，被风湿弄残废了。我听到珍和她的妈妈在里面，他们同时又谈又笑又哭。我走进去，看见他俩衣衫整齐的在一个双人床上，手臂环绕着彼此，原谅了彼此是他们母女2个原谅的一个场景而珍跟他母亲的之间的这个紧张的关系是持续了从童年一直持续到现在。2个人都比他们实际的年龄要年轻，2人都有着发亮的黑发。玛丽卧病在床，但珍却是完全健康的，而是来原谅他母亲或与他和好的。场面相当感人。我告诉珍，整个梦令我印象深刻整个梦都会令他印象深刻。我告诉珍，我不认为我了解多少那个梦，除了似乎我在重建过去，在那里面所有的人除了他以外，似乎都是在过去的权威人物他的父亲是他以前的罗的权威人物，他的老上司是他的权威人物，真的母亲以前也是真的权威人物这里面除了真这个人物以外其他都是罗或者真的权威人物不是他的领导上级就是父母。然后罗说，我也觉得权威的概念也多少与我颤抖的右手有关，而既然今天没有讨论此梦的面向，我希望明天赛斯会评论它，如果他明天上课的话。而由老的摆锤课仿佛记得我母亲与颤抖的手有关，虽然她不在今天的课里。斯黛拉·百兹死于1973年，这是她的母亲就是罗的母亲，死于1973年11月，享年81岁这时距她母亲去世已经过去了11年3点钟，珍开始读昨天的课，我觉得她是极佳的一节，但她根本读不下去。她在3点12分放弃，吸了一口烟。同时我处理邮件，她于3点20分再试一次，只比较好一点。当我在看信的时候，我听见珍试着读它，我一直想着那节。最后我在3点29分读剩下的部分给她听。3点36分，珍妮弗到了珍的尿袋。其他的医院的员工们非常的忙碌。我提了3个问题给赛斯。第一个，医院的职员们如何看待我们？第二个，我们该如何对雄鸡的这个封面反应？第3个，我的梦。然后珍说，他再也不会回答所有的3个问题。珍说，他的赛斯之声再度变得很好。他的意思是说，珍说赛斯不会回答那么多问题了因为考虑到珍的身体的原因和他们在医院的这种特殊情况，珍每次的跟赛斯链接以后的课的内容都非常的短。好了，现在赛斯说，我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下午。然后罗说，赛斯晚安赛斯午安。赛斯刚一开口，林就进来给珍点眼药水。我跟他说我自己1小时前已经做好了。然后赛斯说，口授在他自己的脑海里，就是他说的是珍鲁伯，在鲁伯的自己的脑海里，鲁伯称这些想法为新的方式 The New Way对 The New Way就是他们开始一个这个新的这种方式新的方式，这些想法为新方式。
当然，这个想法本身相当的古老的，他们被过去的许多文化和宗教、秘密团体和教派所表达，并持续到现在。不过，他们的力量、活力和价值都已经大大的被扭曲被曲解、负面想法以及一些全然的废话颠覆了他说的意思是说，真要开始新的生活，这些新的生活必然接受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信念，而这些新的想法和信念，真把它称之为 the new way 这是真对自己这些新的想法起了一个统称新的方式生活，就是他将按新的方式开始第一天的生活。然后赛斯对这个新的方式做了一个补充说明，他说这些想法不是新的方式不能叫新就是他从某种意义上它是相当古老的。所以说从远古时期，从古老的文明开始，人们就一直有这样的一种思想你今天第一次听说可能觉得它很新，如果你了解以前的历史，翻到以前几千年前的文献，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读到的很多很多观点和几千年前的古人的智慧是如此的契合和一致如果你听我去解读过除简版的老子道德经，你会发现在几千年前2500多年前，老子对于宇宙的诞生对于人类的发展，对于道对于意识，对于人在生活中应该怎么去行道的这些表述，跟2500年以后今天的赛斯资料里面的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如此的契合和一致中间跨越了这些时间，仿佛不存在一样，这是非常神奇的所以说这就是赛斯想表达的，你所谓的新智慧、新方法新时代运动，其实都是来自于很古老的这些过去但是呢，他们被过去的许多文化、宗教、秘密团体和教派所表达着它受困于各种时代和宗教和团体和教派，并持续到现在，直到今天仍然有只不过他说他们的力量、活力和价值，就是这些古老的文化里面的这些所蕴含的力量、价值、活力，都已经被大大的曲解了，然后被这些负面的想法和一些全然的废话给颠覆了这个确实是现在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就是很多的古老的智慧都被后人曲解负面或者是废话给它颠覆了。举的说废话的例子，那我就前面举过这个孔子的《论语》的前3句话的例子这3句话如果按现代人的解释，那全是废话有朋友从远方来，怎么着，学习而接着复习，怎么这全是废话为什么？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理解这里面的智慧没有理解这里面的智慧，然后曲解就更多了就是他以为他理解了，他其实没理解，然后他就把他认为他理解的东西大肆传播。如果这个人还在当代，在他的那个时代有一定的知名度的话，那他的这种曲解会造成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会让后人理解为这些先人的智慧就是如此。其实不是负面的想法就是不是在那个过去的历史时期，大部分的主流思想都是负面的就是那种怎么说，基于恐惧而形成的一个主流的世界观，而这些主流的世界观对这些古老的智慧也会产生非常颠覆性的认知。就是什么叫颠覆，就是完全颠倒过来了，就是人家那些古老的智慧说应该这么做，然后你给人家解读为完全相反的方式去做，这叫颠倒对，我想大家明白他说的这个颠倒的意思换句话说的直白一点，我们今天对古老智慧的理解和解读，从市面上主流的你看到的这个解读上来说基本上都是反着的颠倒的意思就是基本上都是反着的。你不要认为这些主流解读的东西，他们代表着权威，他们代表着大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恰恰相反
这里头赛斯也是想强调这一点。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在古代的这些经注这些经都需要有深刻认知的人，或者是有一定的境界的人去把它解读出来。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在《黄帝内经》那个时候有专门的那个针灸的方法，叫九针9种的针法的阐述到后来因为高人做解读，把这个9针每一章它是分成9个部分嘛，9个章节，每一章讲一种针的这个运用的方法，他又再次拆解成或者解读成9个部分，最后变成9981章。而要想解读这些经的人，他的自己的境界和认知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古代的很多的经书的写法是非常的简练的简练，但是它里面的内容都以非常更高的一个意识的方式存在着，只有跟他达到意识同频的人才能把它完整的解读出来。而如果你只从字面上去解读，那你完全是曲解了它这个意思这就是很多的经为什么需要一些高僧大德来解读的原因因为一般人只能看到字面的意思，而只有这些高僧大德才能看到它里面的东西有另外一种传说，说老子的《道德经》不止5000字，我们也知道楚简出土的是2000多字，按照通行本的说法是5000多字，有的说是5047个字，等等等等，都不一定就算5000字，对，但是另外一些人说这里面其实蕴含了将近10万字的内容就是老子的说的话里面有10万字的这个信息量在里面。那你一般人读字面就读到5000字你再去解读，但是它的信息量远大于此。我们5000也好，10万也好，只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一个数量上的比喻而已。换句话说，《道德经》也好，我们古代的传统这些文化，不论《易经》也好，《黄帝内经》也好，他们是什么？他们都是高维智慧在3维世界的一个浓缩和展现。就像你今天读到的赛斯资料，它也是一个高维智慧在我们3维世界的一个实现。如果你把这些高维意识在3维世界的文字版或者文字的实现当做它所有的内涵的话，那你就真正的曲解了它它可不仅仅是字面的含义所以这就是需要一些高人来去解读它古代的时候确实是这样子的。对，比如说前一阵刚刚不是前一阵了，在2012年，在这个成都好像修地铁的时候，我忘了修几号线的时候，在发掘了一个古墓，是汉代的古墓。考古学家一来一看就发现里头一个木头人涂满了用油漆，然后上面画了很多经脉和穴位。然后考古学家一来一看就特别的震惊，特别的兴奋，因为这个人身上的经脉是整整57条，而现代的中医分成7经18脉，什么12正脉多少一共下来，现代的中医只认为人身体上有37条经脉，而这个墓人身上是整整57条，多了20条经脉。很多古老的医书和中医的经典上的一些穴位和经脉，现代人是不知道在哪儿的。然后又发现了大量的这个竹简一共1000多篇，里面有25000多字。然后经过整理，他们这个考古学家突然发现这些竹简是失传已久的扁鹊的这个医书的一些整理这个扁鹊我们都知道扁鹊他本身是一个神医，但是他从最早的轩辕时代的扁鹊，那是传说在古老的传说中和神话中，说他是一个长着人头鸟身的这么一个神医对，到后来呢到了这个汉朝的时候，他们把所有的这些这个
神医啊，这种非常好的良医都称之为扁鹊。那扁鹊这个人呢，在当时呢，确实有这个人叫秦越人啊。秦越人这个名字也像是一个通称，因为他姓秦，是越人啊，这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统称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扁鹊啊，这是神医，那他的很多的医学的东西流传下来的有一些，但是还有很多就失传了啊。比如说失传最多的就是在那个时期，扁鹊首先他对这个问诊，就是诊脉这一段啊，就是关于脉的诊脉。我们现在去医院看中医都要号脉，对吧？而在那个扁鹊时代，他不是靠号脉的，他是拿眼睛看的啊，他是能看到五色的，就是他看人的这个五色的脉象，然后根据五色的比例和这个五色的这样的一个在人身上的这种分布，他就知道这个人身上的这个疾病啊。你们记得扁鹊的故事还记得吗？他当时一个我们小学课本都学过，对吧？扁鹊和齐桓公，他见到了这个齐桓公之后说，你这个病在这个皮肤上啊，皮肤肌理里面啊，然后你待会儿这个病在这个肠胃了啊，病在血脉了啊，最后你已经病入膏肓了，转身就跑了。就这一段其实扁鹊用的就是这种五色这个脉象法对，这个诊脉法，对，但是这个五色诊脉法后面就失传了，后人就不知道怎么去诊脉了就不会了就没有人传下来了。而这个考古发掘就把这个五色诊脉法重见天日人们终于知道原来在那个时期人们诊脉是这么来诊的到后期才有号脉用手指去号脉这一说然后后面我就这个长话短说，这本书呢现在已经出版了时隔从出土到现在时隔了好多年它终于出版了，是在这本书叫《天回医简》天回天地的天，回是回来的回，医简医学的医，竹简的简那这个呢是由中国文物出版社这个出版，你现在可以去预定，大概是1400多块钱，1500块钱吧，它定价是1980但现在网上预定的价格是1500第一批去年年底的第一批已经全部卖完了一上市可能印的也没太多，因为太贵了就全部出版了，现在是加印的第二版我想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关于这些经书这里面有大量的关于这些医学的古老的经书的这些引用和解释包括里面有很多我就不展开讲了，里面有关于药方的有106个已经失传的老的药方，包括怎么这个药，有关于针灸的刺法的你知道针灸这里面核心的下针的这个方法，针刺的方法是非常有讲究的，而这里面扁鹊专门有一部分是论述针灸的这个刺法的那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关于它的这个诊脉的这个部分关于诊脉的部分分成上下两部分所以说它整个这个套医学体系是非常完整的从这个脉上来说，就是我们的经络脉，然后从针灸上来说，从汤药上来说它是一个完整的医学体系。所以说如果你想真正的研究古老的中医，研究最根本最纯粹的你可以去买一本这样的书去学习，当然你有一定的中医的基础，如果没有的话你得有人去教你和带你这是我们插的一句话，我们也想把这个部分作为我们将来的心灵家园的智慧学校里面，对那些大一点的孩子或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孩子作为他学习的一个课本，就是我们从根上就给他讲这些上古时期，也不是叫上古，其实都是汉朝的时期了也没有那么古，但是呢他们这些知识的获得都是从更远的地方或更高远的地方来得到的就比如说扁鹊的医术从哪来的传说他在旅馆里当伙计，南来北往的人很多，那其中有一个老先生
就看中了扁鹊，说我看你这个人啊适合学医啊，我来教你一些医术。那扁鹊就欣然的答应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学医是一个非常让人尊敬的工作。你看那时候的医叫郎中，你知道郎中在古代是官职的一种，有一个官叫郎中啊。所以说郎中是一个就是类似于很高地位的人，而且收入也非常好啊。他当然愿意了，他以前是酒店的小伙计啊，他就去学。然后这个老人家就给他服了一种药，大概让他服药10天还是1个月，我记不得了啊，就大概让他服药。服药之后，他吃了这个老先生给的汤药，10天以后，他就可以隔墙看见墙那边的人，然后他也直接看见人的五脏六腑看到人的气血经脉的，它具有了 CT 和透视的功能啊。这是扁鹊的关于他的传说。那这样的一个能力获得之后，他在给别人治病的时候，再加上这个老先生的这个给他的亲传亲授他从此就成了一代神医所以说他的这些著作的流传，对整个中国医学的这个中医的这个发展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说在这个中医圈里头大家都在翘首企盼都在这些关于扁鹊的这些医书的一个更精准或者是更深入的一个解读这是天回医简，我跟大家来补充一下说到那个神奇的老人家给扁鹊喝的这个汤药这里面的核心的点其实就是开启了扁鹊的第三眼就我们现在都知道是很简单，就是开启了第三眼，只是用了一比较强化的手段用了一些汤药，其实就是刺激他的松果体激发他的松果体。当然这老先生可能也看出了扁鹊松果体本来就没有被封死，而且本来就很活跃加以汤药刺激，他的松果体就得到了激发，他就开启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这种第三眼功能当第三眼开启的时候，他当然可以看到人的五脏六腑气脉血脉的运行。对，这就是我们传说中中国的古老的医术好了，我们绕了一大圈，其实想跟大家说的就是我们很多古老的经典都被后人给理解反了理解反的原因就是3个原因：被曲解、被负面的想法引导和一些废话导致的。所以说我们心灵家园在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有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些古老的咱们中华文明的这些智慧的东西，让它重新恢复到它应该有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回归它本来的这个智慧的本意。所以说我们在做传统文化经典解读上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现在做的是《道德经》、了凡四训性自命出、性命归止，而做了这几个方面的做了一方面的尝试和探讨。那我们后续还会做一些其他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解读和重新的理解，也希望这个全球有识之士愿意参与到这样的工作当中来的人加入我们一起来做这项工作这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能够完成的，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还这些古老文明和古老智慧它真正的含义让它重见天日，让他们真正的那些高维智慧在我们今天能够重新放出它应该有的光芒。换言之这再次接着说，这些对所有的创造都如此自然的观念，并没有被人类的任何类似他们纯粹的形式去实行。塞斯的这句话是说，这些古老文明传递出来的智慧是如此的自然和如此的简单，但是在我们现代的人类的实行当中，他们并没有按照他们传递的或者他们应该有的这种自然朴素的方式去实行，反而变成了非常的繁琐、神秘、秘密的一种传播的方式这种教派之间的秘传秘籍功法
练功啊等等，而这都不是这些古老文明的本意。这些古老的智慧给我们传递过来的都是如此自然的观点啊！记住赛斯说的这段话啊，这跟老子说的话是如出一辙。老子说我的道如此的简单啊，如此的简单，乃至于你们都不想去做，因为你觉得太简单了啊。你们更愿意相信啊，这不是老子说的，这是我说的啊。你们更愿意相信那些神乎其神的所谓的这个流派那个流派，这个家那个家，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家的第多少多少代传人啊，我有一个秘法，我有一个功法，我怎么样，你要先练功练多少年，再如何练多少年，再如何，这些都已经脱离了这些古老智慧它朴素自然的观点，完全背离了这个思想啊。这时候啊，作为这个赛斯他是能了解的，他就把它就指出来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人类现在所学会的这些东西啊，都不是这种方式在实行的啊，换句话都没有得到它的真传和精髓啊，要么用了很曲解的方式，很笨重的方式，很复杂的方式啊，要么用了一些没有用的方式，废话，全是废话，练的东西根本都没用啊。他说到那个程度啊，他们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方式啊。他说他们都已经曲解成那个程度了，那今天这个鲁伯也就是真所获得的这些所谓的新方式新知识，相比较那些传统的老的来说，它确实可以称之为一种新方式了啊，它是这个意思。因为赛斯资料它要还这些古老智慧的本来面目，更简单更直接。如果你读过赛斯的神奇之道，他虽然说了前面的很多很多的理论，他最后结尾他说了一句神奇之道就是自然之道。所以说你从赛斯的观点，神奇之道就是自然之道这个点，你可以发现它跟我们古老的这些智慧是如此的契合的啊。好了，我们接着说，就世界文化的主流来说，就世界文化的主流而言啊，他们之间与你们公认的知识啊，以及当代的思想是完全相反的啊。这句话是不是听着耳熟？这是不是跟老子的观点完全一致？记不记得老子反复强调过，对吧？对不对？反者道之动啊，弱者道之用，这是老子在《道德经》里反复强调的。为什么这个反？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对道的理解完全相反。也就是说，我们主流社会的知识，他说就世界文化主流，这赛斯已经谈到了，不只是中国，就世界文化主流来说，道的思想，也就这些古老的文明的这些智慧，跟我们的主流知识是完全相反的啊，跟我们的知识和思想都相反。这跟老子说的那句话是一模一样的啊，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啊，只要道啊，它动起来啊，它用起来，它跟我们的观点就完全相反。这跟佛经里说的颠倒梦想是一样的，说你们世界的人，你们普通的人都是在过颠倒的世界啊，你们过的都是颠倒的，你们认为对的其实都是错的，你们认为错的反而都是对的啊。那这种认知观点啊是完全颠覆性的。所以说啊，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传播的这些赛斯资料，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它在很多的主流，在世界各地的主流文化和主流思想里头，都跟他们的认知是相反的，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啊，正常现象。对，所以说老子的这些东西一样啊，后世人基本上都是曲解的啊。如果你想知道老子真正的思想和想法啊，建议你去读一读我重新解读的老子的这个除简版的《道德经》，就是没有经过后代人过多的这个干扰和误导的啊，只有2000多字30章的这个除简的《道德经》啊，这里面可以看到老子这种
无法隐藏的来自高维的智慧。至于这些概念被实行的地方，他们又经常被狂热主义、迷信和权宜之计所污染。塞斯刚才谈了这些思想的理论，现在说这些思想在实际运用当中的时候，经常会被狂热分子，就宗教狂热分子某一个教派我们这个教什么日月神教什么什么等等，类似这种随便举例子就被他们拿去当做一种狂热的一种追求我得到了一个秘法可以成仙我要修仙，我要修绝世武功，我要修这个，我要修那个，这些都是狂热主义的特点。被迷信本来这是每个人本身具有的能力，但是他却认为只有某些大神上仙才有的能力，他就开始崇拜和迷信这些人，崇拜他们的功法，崇拜这些人他们的教派就进入一种迷信的状态。权宜之计就是开始浑水摸鱼就是曲解、断章取义这里面的一些内容，把它们当做一个工具，在自己的生活中运用，就是怎么用得好我就拿来用你不是说开第三眼能管用吗？我就去开了第三眼，开第三眼干嘛呢？当我生活中的工具来用。我们有多少学习身心灵的，或者学习我们这些赛斯资料的人，有多少是把它当作工具来用的把它只要当作工具来用，这就叫权宜之计那你说我不把它当工具用，应该当什么用？它应该当作你的人生指导来用，它不是工具，它是你的人生的最终的那个指引，你就应该按照这里面的这些理念去生活，而不是把它当成工具去改善你的生活这是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如果你始终把这些东西当工具来用，那你就是用偏了你用它来改善你的生活，是认为你原来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需要去增益和改善，而实际上你原来的生活都是反着的。你应该跟原来的生活做一个彻底的一个分割，你才能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你才能开始像一个赛斯嘴里描述的，或者像古代先贤所描述的那样一个真正的一个人的那样去生活。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是带着角色、带着标签、带着面具穿着戏服在生活，不是真正的你在生活。所以说赛斯这里面他就说了，他说这些古老的智慧又被狂热主义、迷信和权宜之计所污染了。你看，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这样赛斯说，我想说的重点是，这个新方法这种新方式 The New Way 是对自然本身与生俱来的健全性之理想及最容易的补足赛斯说，我说了这么多，我其实想告诉你们什么，就是真所谓的这种新的方式，也就是说这种新的理念或者新的认知，是对自然本身与生俱来的健全性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健全的、本自具足的，我们不缺，可以给它做一个之理想以及最容易的一个补足就是按照这个理论去生活，是可以极大的把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自具足的这个东西活出来的。而这个理论是这个活出来，让自己活出来的一个指导、一个指引和一个补充换句话说，你只有按照这个理论去生活的话，你会激发出你本自具足的那些东西，与生俱来的健全性，就是本自具足这里面它特指健康，因为这里面它主要讲健康问题不止健康，你所有的内容都是本自具足的，各个方面、各个面向，它把这个东西给你激发出来了4点12分善上来给真测量生命迹象，在 98.6 度，现在已到了4点17分，真抽了一支烟。当善去取姜汁汽水的时候，我读他到此所说的给他听，我把前面这段给真听。他在4点21分回来，我猜这个干扰缩短了口授。本来其实赛斯应该再接着讲一点，但是没讲他就说现在是评论。
其实赛斯该说的话已经说的差不多了啊，再说也没有啥啊，就这些啊，你能接受就接受，你不能接受也没有关系啊。目前啊，昨天的课就是2月1号那个课，应该每天读3到4次。昨天的课讲的什么？就是讲你应该活在当下，不用担忧过去和未来啊，不用对过去懊悔，对未来担忧，你就活在当下就行了。你的身体只对你当下的反应，你没有必要把对未来的担忧带给现在的身体啊。说那个内容啊，你应该读2、3次每天啊。他说你的梦，他在这说罗的梦，你的梦的确是有关改变过去以及过去信念的，所以在有关插入一个新的现在和一个新的未来啊，它是关于新的现在和新的未来的问题啊，插入新的现在、新的未来。头发往往是力量的一个象征，但在这个例子里，它代表了旧信念的力量啊。头发在我们的梦境里头，往往是力量的一种象征。而在这个梦里头，它代表了你的旧信念的力量，而你的父亲是剪掉那些理发师啊，你的父亲是把那些旧的信念剪掉了。反之，他在过去遵守许多相当负面的信念和观念，而他父亲以前是坚守这些负面信念的人，他现在开始剪掉这些负面信念了，就是他的父亲也发生了改变啊。在他的梦境里。杰克就是他的以前的老的上司啊，也代表了你自己罗啊有关一般工作的任何的信念。就是那个杰夫啊，那个 Jeff 就是代表了罗关于工作的一个信念。而关于工作啊，他就能走这么远而已。就是那个 Jeff 是工作的一个象征啊。那个工作陪罗只能走到一定的地步，就说剩下的路你自己走吧啊的意思，就是说工作只能陪你到这儿了啊，不能再远了啊，不能指望工作继续陪着你了。你正确的诠释了鲁伯和他母亲之间的事情啊，就是他们在和解。附带一句是一个极佳的预兆，就是在梦中啊，珍和他的母亲开始一个真正的和解了啊。现在赛斯传来一句我认为不正确的话啊，其实这是罗的理解上的问题啊，其实并没有不正确。说尽管你们对他的自然的反对啊，就是你们对这个封面，就是这个雄狮的封面，雄狮封面以其自己的方式啊，以其他自己的方式做了最正面的表现，当然它暗示了最不幸的这个善色星啊，就是它的封面颜色确实是象征着色情、混黄、很暴力的这种色彩啊。然而，为了那个理由被他吸引的人，正是他应该吸引的人。记住这句话啊！他说喜欢那种色情、暧昧啊、很黄、很暴力的颜色封面的人，他被这个颜色所吸引，那他就是应该被吸引的人。在书的正文里面的概念将会相当的改变他们对灵异活动的一般的负面的激烈的想法。赛斯的话翻译过来说，这个封面虽然很庸俗、很低级，但是他吸引进来的这些庸俗和低级的人，也正是他应该吸引进来的人。那些人对这些灵异的或者心灵的或者这些成长是持非常激烈和负面和的想法的，因为他们只喜欢这些低俗色情的东西。他对心灵的追求那简直是反对至极啊！他说，正是因为如此，当他把这本书买回去之后，他是因为这种低俗的色彩啊把它买回去，但是当他看到里面的内容的时候，他却会因此而受到了改变。而赛斯说，我们想改变的可能正好是这些人，而这个观点跟罗和珍是截然的不同。他们希望他们的书，尤其赛斯的书，应该高大上一些，应该朴素或者是高雅啊，或者是纯洁啊，或者闪耀的智慧的光芒，而不应该跟低俗色情扯上边
而赛斯这句话，他认为赛斯这句话是说错了，其实赛斯话根本没说错啊。赛斯作为一个高维智慧的这个代表，他早已经超越了二元对立和对事物的分析，他的观点跟罗和真那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就是他们远远超越了这些东西。所以说他说无所谓这种封面自有它存在的意义会发挥到更多的正面价值。你看到它是负面的、低俗的、庸俗的，赛斯说我看到的是它的正面的。记住这句话，他说最正面的表现，记得吧？这段我鼠标指的这个地方，对，就是你看见这个封面是负面的，赛斯说我看到的是它是正面的这就是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的判断的不同说这个并不表示说你不应该写一封清楚的信，声明你自己对那个封面的反感。如果你选择如此做的话，也是可以的。赛斯这个话也是经常我在跟大家在答疑解惑的时候说的这句话。我们虽然会给你一个正确的或者是更高的认知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但是我们也完全包容和接纳你以你自己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换句话说，当下的你还看不到这个低俗封面的正面的意义的话，那你就可以写信跟出版社说我不喜欢这个封面。你没有必要委屈自己说我明明看不到，我看到的就是低俗，我还要假装说我能看到它的正面意义。如果你能看到它的正面意义，那当然更好。如果看不到，你也可以做你当下的这个选择你可以要求出版社换一个封面这是赛斯关于这个书的封面的一些观点。他说要讨论职员们对你俩的意见需要一些时间，就是医院的职员对你们怎么看所以我建议把它留给你们选择的另一个时间去讨论吧。然后他说我也许会也许不会回来再次的按照我说的那些节奏，但要知我就在此，并且是可以接近的。然后他说赛斯谢谢你。然后赛斯接着说我想再查看一下关于雄鸡资料的第一句话，我弄错了或者有些地方出了错。在赛斯的要求下，我重新读了那句话2遍。然后赛斯说不，某处有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他说尽管你显然的不满，雄狮封面以正面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的工作赛斯说这句话的正确表述应该是这么表述：尽管你显然的对这个封面不满，但是这个雄狮的封面以正面的方式有助于我们的工作。这是赛斯想表达的他又重新换了一种表述方式，意思没变意思没变，其实也没有错，只是他觉得他传输出来可能会被罗和真误解因为你知道这2个人对这样的一个封面，他们自己传递的赛斯资料被出版社用以这样的封面去出版的时候，他们俩的那种内心的情绪是极大的不是一般的情绪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辛辛苦苦写了几个月的书，或者写了1年的书，出版社出版的时候给你安排了一个这个3级片的女郎作为封面你写的是一个灵性成长的问题，你写的是心灵的本质这本书的名字叫心灵的本质讲男女同体讲灵性的本质就当然它前半部分讲了很多人是男性和女性同体的，出版社可能就按照这种理解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对色情的一个图片低俗的图片。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学赛斯资料学了这么久，这本书假设是你写的，出版社给你安了这么一个封面，你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罗和真就是这种心情。所以说赛斯在这个关于这个封面的解读上也是非常的谨慎的因为他怕触碰到或者是刺激到他们2个但是好在赛斯还是赛斯，表达了一个非常中正客观的观点就是色情和低俗的封面仍然能够起到它正面积极的作用你们不应该因为这件事情太过烦恼，虽然你不满再一次的在赛斯的要求下，我读回给赛斯他刚刚说的这句话赛斯说你是清楚的赛斯说你是知道我想说什么的。
到了4点32分，我告诉真，我不知道要不要摄入到雄狮封面的争议里头，我甚至不想花时间去想它。你看罗现在的状态，我都不想去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昨天的这个课啊，根据昨天的课，活在当下这个角度来说，我更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啊。他愿意怎样就怎样，我就接受他现在的安排啊，我就活在当下。我逐字逐句的转述了涉及赛斯改正他给的句子的这些话，因为就我所能记忆的，这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赛斯主动提出说，我这个话是不是说的传述的有点不对呀？我要重新，你给我再念一遍，我重新更正一下啊。对，这是他第一次啊，在赛斯传递资料21年里来第一次出现这种事情啊。真历年来一个相当不错的记录，好睡，我爱你。所以我这里头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前面我说的，因为他们俩对这本封面和对东西极大的嫌弃啊，极大的情绪。这时候赛斯担心他的在对这件事的表述上遣词造句的不谨慎，会让真和罗有很大的反弹，会让他们激起他们更大的情绪。从对这个封面的判断上，你就能够立刻感受到罗和真跟赛斯之间这种思想、意识和境界上的这种差距啊，这是一般人很难达到的这个点啊。而赛斯就在这里头，从正反两方面都说了，说你给出版社写信也没问题，你不接受也没问题啊，但是我告诉你，它有它的正面意义啊，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妥啊，这是赛斯的一个观点。好了，关于这部分的内容的解读，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结束了啊。那最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祝大家都有神奇和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